嗨，你好，我是尹白猿。这是我 DIY 的一个 Zigbee 网关，别看它只有这么一点儿，有了这个成百上千的物联网设备才能接入智能家居系统。这个网关的尺寸是41毫米乘以44毫米，厚度不到5毫米，非常的小巧。我在网上查了一圈，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目前最小的开源 Zigbee 网关了。另外，它的配置也是非常的豪华。MCU 用的是 ESP32，Zigbee 芯片用的是 CC2652P。发射功率能达到20 dBm， 连接设备至少能达到100个以上，足以满足一般家庭的需求。虽然这个网关的制作成本不到60元，但是和市面上动辄100-200的网关相比，性能一点不差，价格也很有优势。而且这个项目可以通过 ZHA 或者 Zigbee to MQTT 基于图形化界面直接使用，也可以作为一个 MQTT 客户端发送消息，再搭配 HA 的 MQTT Discovery 配置脚本使用。基本上覆盖了现在 Zigbee 网关的所有使用场景。说到这儿呢，也不得不吐槽几句。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真的是踩坑无数。归结到底呢，就是 Home Assistant 的软件生态更新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然后我查了很多资料，都已经过时了，但是我当时又不知道，然后就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还是死磕几个项目的官方文档，才把问题最终搞定。所以在这儿呢，请大家务必一键3连，抚慰一下我受伤的小心脏。在这儿呢，我也要强调一下，这个视频里使用的 HA 的版本是2022.6.6。如果未来的某一个小伙伴看到这个视频内容和你自己的 HA 环境不一致，请仅供参考，千万不要和我一样钻牛角尖儿。吐槽完毕，接下来咱们来一起领略一下这个小东西的大能耐。先到 GitHub 或者 GT 上搜索尹白猿，找到 Zigbee 32 Bridge 这个项目，下载下来。解压缩，根据 BOM 表文件把需要的所有元件准备好。需要注意的是，购买 E72 模块前，先和商家确定好模块要自带 BSL 串口引导程序，这个至关重要。如果不带串口引导程序 ，CC2652 固件烧录就需要专门的烧录器。不过好在一般默认出厂自带，反正大家确认一下就好。找到 Zigbee 32 Bridge 点 PCB doc 这个文件。发给 PCB 工厂打样，这次这个 PCB 没有任何的特殊工艺，工厂审核应该没啥问题。根据元件位置摆放图，把元件焊好。到这一步，这个项目最难的部分就已经搞定了。接下来烧录固件只需要按照我的步骤来做，非常简单。首先，咱们要注意一下板子上的2组拨码开关，是用来给 ESP32 和2652P 进行串口信号切换的。第一种情况，我把它叫做 WiFi 模式。我们只需要分别把2组拨码开关的前2位拨到 On 档上。在这种模式下，串口芯片直连 ESP32 再连接 CC2652P 模块。第二种情况，我把它叫做 USB 模式，我们只需要把拨码开关的后2位拨到 On 档上。在这种情况下，串口芯片直连 CC2652P， 这个模块就变成了一个直连 USB 口的传统 Zigbee 桥接网关。为了以最便捷的方法给 ESP32 和 CC2652P 烧录固件，我们需要把拨码开关调整为 WiFi 模式。确定好电脑上已经安装好了 CH340 串口芯片的驱动程序，用 Type-C 线将模块和电脑连接好。打开这个网页，先给 ESP32 刷入 Tasmota Zigbee Bridge Pro 固件，选择 ESP32， 选择 Tasmota 32 Sonoff Zigbee Bridge Pro， 点击 Connect， 选择正确的串口设备，点击连接，稍等片刻，选择 Install， 勾选 Erase Device， 点 Next Install。现在烧录固件就开始自动进行了。烧录好以后，根据提示给 ESP32 配网。点击 Visit Device， 进入 Tasmota 配置界面。到这里 ESP32 的固件就准备好了。再点开 Consoles Manage File System， 我们可以看到 CC2652P 模块的固件已经上传到了 ESP32 的存储器里，而且 CC2652P 已经预置了 BSL。现在给2652烧录固件就极其简单，只需要点击 Consoles， 点击 Barry Scripting Console， 在输入框中输入以下命令。接下来只需要耐心等待5分钟左右，在这个过程中 Console 不会给出任何反馈，不要慌，耐心等待。这样烧录固件就完成了，可以按下这2个按钮重启一下模块。进入到 Tasmota 设置界面，稍等片刻，多刷新几次界面。如果看到 ZMP， 说明固件可以正常工作了。到此，这个 Zigbee 网关就制作好了。具体怎么使用，为了防止大家踩坑，我在这儿也给大家说道。
在使用之前，先要搭建一个 MQTT 服务器。网上很多教程都是基于 Mosquitto 搭建的，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找资料看看。我自己用的是 EMQX， 界面比较友好，搭建也极其简单，资料也都是中文的，大家可以试试。搭好 MQTT 服务器，再次打开 Tasmota 配置页，点击 Configure MQTT， 把 MQTT 服务器信息填进去，点保存，点击 Zigbee Permit Join， 就可以开始配对 Zigbee 终端设备了。我用这个小米的 Zigbee 开关给大家举个例子。根据说明书要求，把开关重置为配对模式，稍等就配对成功了。打开 Console 就可以看到操作开关时的 MQTT 消息了。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HA 里，通过配置 MQTT Discovery 将 Zigbee 设备连入到 HA 里。当然，这种方式对新手非常的不友好。在这儿呢，我推荐大家使用 ZHA 或者是 Zigbee to MQTT 来连接 Zigbee 设备。我这儿呢，通过 ZHA 来给大家举个例子。首先进入 Tasmota 配置页，选择 Configure Templates， 将 Zigbee TX 修改为 TCP TX， 将 Zigbee RX 修改为 TCP RX。完成后点击保存。再次打开 Console， 输入 TCP*6688， 启动 TCP 服务。为了安全 ，ESP32 模块重启后，默认需要手动启动 TCP 服务。为了方便，也可以通过配置 Tasmota Rule 实现自动启动。具体大家可以自行查阅资料。这一步的目的是将 ESP32 的工作模式变为 TCP 透传模式，只有这样做才可以正常的和 ZHA 或者是 Zigbee to MQTT 进行通讯。打开 HA 后台，点击配置、设备与服务，添加集成，输入 ZHA， 选择 Zigbee Home Automation， 选择 Enter Manually ZNP， 点击提交。在串行设备路径输入框中输入 Socket IP 地址冒号6688，这里的 IP 地址是 ESP32 的内网地址，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入。点击提交，稍等就初始化成功了。点击通过此设备添加设备，就可以开始和 Zigbee 终端配对了。后续呢，可以在 HA 中添加各种自动化策略，这样这个 Zigbee 网关就玩起来了。当然，你也可以搭建自己的 Zigbee to MQTT 服务器来使用这个网关，这儿呢我就不再赘述了。视频最后呢，我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 CC262P 信号的问题。玩过网关的朋友肯定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这个网关没有使用这种胶棒天线。那信号到底怎么样呢？理论来讲，不用这种胶棒天线，信号肯定会差一点，但差别不会很大。但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它的体积可以做到很小，放在哪儿都方便。大家完全可以多布置几个来弥补信号不足的问题。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下，这个项目不能算是我的完全原创，因为有各位大神的注意在前，而且这个项目的所有软件方案都是基于开源项目，一行代码都不用写。我做的主要工作呢，就是重新设计了一版高配方案，并且把非常麻烦的固件烧录流程通过一种简化的方式分享给大家。下个视频我会做一下这个智能开关的改进版本，因为有无数多热心的朋友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改进意见，那我也尽量优化一版完善的方案送给大家，敬请期待。感谢大家的点赞、投币、收藏、转发，你的支持鼓励着我做出更多更有价值的创客作品。我是尹白猿，一个带你手造万物的工科男，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